環球大斷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志橋，向全球各地的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大家問好，平安順心。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現在正衝向20萬粉絲訂閱的大關哦。好，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立委孫大千，大家好。第二位時事評論員歷史哥李宜修，主持人好，大家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律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那我們大斷線一開始呢，要持續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哦，這個有點不意外的一個發展，就是又美伊的這個局勢呢又出現了變化了。那這個和平的備忘錄，還有這個諒解備忘錄，不是才剛簽沒過多久嗎？怎麼現在荷姆茲海峽又再度拉警報，又爆了呢？我們陸續來看哦，這幾天發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25號，這個長榮海運旗下的長利輪呢，它因為沒有按照伊朗給出的指定航線通過，結果就被伊朗的無人機打了。美國很憤怒啊，在隔天馬上中央司令部就對荷姆茲海峽沿岸，包括伊朗的無人機、飛彈的儲存點、雷達等等這些軍事設施也發動了打擊，予以還擊。那麼到了28號呢，革命衛隊也出手了，這一次打的是美軍位於這些中東石油國盟友所在處的8處據點美軍的基地哦。那美軍基地呢，這個還被威脅說將要迎接這個地獄般的景象，講的是很重，反正就是伊朗人的那一套打聖戰的一個模式啊。好，那這起事件呢，川普總統他是什麼反應？一開始依舊是維持他非常強勢的說法，警告伊朗，如果你再繼續搞事的話，那伊朗可能這個國家就不復存在。之前這種說法我們也有陸續聽到過，但是呢，毫不意外，處理這個海峽的事情 ，Taco 他又再一次 Taco 了，好不好？那之後呢，就這個雙方即將在30號。要在卡達的杜哈來舉行會談，要把這個海峽爭議一次處理乾淨。但真的能處理乾淨嗎？想先請問艦長，眼看這個伊朗的不對稱作戰，在隔了一段時間，現在還是很好用，包括了飛彈，包括了無人機，不管是打你商船，還是打你的美軍基地，都打得到。那這個可能是害怕美軍的傷亡數字提高，對之後下半年這個民調已經慘到不能再慘的川普，是不是他成為現在 Taco 的一個軟肋，還是說伊朗真的在變強，美軍真的在變弱？我們先來看一下啊，那個川普他在這個 Truth Social 裡面怎麼寫這件事情呢？他講的也就是美國的軍機再一次襲擊了伊朗的飛彈以及無人機的儲存設施。那這一個反應呢，那當然伊朗它會有對應的作為。那他攻擊了第5艦隊，但是其實現在這個他攻擊第5艦隊呢，也不過也就是這個繼續攻擊而已。為什麼？因為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到了第5艦隊，這是它的整個的一個規模。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指揮中心這邊，其實這是 before， 這是 after， 早就已經被打爛了。那另外我們來看它的這個有關於雷達系統的部分啊，我們看這圓圓的一個大的是雷達系統，小的是衛星系統，我們也已經看到了 before after， 也就是已經被打爛了。那為什麼它還要繼續攻擊？不是已經簽了 MOU 了嗎？對啊，為什麼還要繼續攻擊？其實問題就在 MOU 裡面，因為我們來看啊，簽訂這個 MOU 裡面，為了要能夠促使雙方能上談判桌，所以大方向定了，框架定了，那盡量含糊，那不然的話，那根本上不了談判桌嘛。那但是呢，偏偏這一種談判的方式呢，可以回國交代，可是慢慢的講到細節的時候呢，那大家都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那我們今天講到有關於長利輪的部分啊，對，問題也就在第5條的部分。第5條它開始這邊就寫了叫做arrangement using its best， 也就是呢，伊朗會盡力安排商船，那它的一個移動的這一個航道。那但是呢，你不聽，我就直接的胖揍一頓。那這個胖揍一頓之後，美國覺得奇怪了，你為什麼說打就打了？那這個其實在這裡面就講得很清楚了。那伊朗呢，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我們來看到最原始的那個有關於這個航道，就是還沒戰爭前的，其實是這個樣子的，也就是在阿曼以及在在這個霍姆茲島的這一側呢，也就靠伊朗的這一側，其實是紅色的這一段，因為這一個地方它的那個
周移非常多，也就是我們講的商船啊，以及郵輪。那它為了安全的部分，所以它有那個分道通航制。那後來呢，我們講到說開始作戰之後，那時候伊朗它有自己又定了一個航線，也就是要繞進那個伊朗的沿岸。為什麼？因為伊朗要收保護費啊，所以又靠近。那阿曼呢，他也想出一個方法，也就是靠着這個阿曼的沿岸來。那現在他們就說了，哎，不好意思啊，這個是我既然簽了 MOU， 那結果他又定了一個新的位置，也就是舊的位置。我們剛剛講分道通航制在這裡，他現在呢也沒有進入這一個我們講的霍姆茲島這邊，然後它其實是在這個拉克島這一個位置，那就是北邊的位置往西進，南邊的位置呢是往東出。那應該就是常立倫沒有按照這個位置，然後他既然你不聽話，我就覺得你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直接胖揍你啊。那這是我們所看到的。那美國是不是不行了呢？其實美國早就已經是强弩之末了。我們之前就講到，你一個國家，其實你真正的大戰都還沒有開始，你還沒登陸了，你還沒登陸之前，你就看着你的這一個我們講到戰斧巡弋飛彈，你要補充47個月，也就是4年；你的標準3型飛彈，你要補充64個月，也就是5年。那更不要講其他的飛彈，也大概都是這種情形。也就是這一次的伊朗戰爭，就是把美國的短板全部打出來了。那美國其實他沒有應對好，他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種不對稱的戰爭，沒想到伊朗就正好了命中，而且他認為他一開始把這個48個這個政教高層全部端掉之後，他就可以有效的翻轉伊朗的這一個社會，然後掀起一股顏色革命。但是事實上來講，反而讓伊朗他們更是心手相連，大家緊抱在一起。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伊朗用他自己的方法打贏了美國，這個也就是美國的我們講到的蘇伊士時刻，也就是這一個霸權即將衰弱的時刻已經出現。是，好，伊朗這一次動作頻頻，打了商船，打了美國在盟友的這些海外的一些基地，讓白宮坐不住了。但是美國還是回到了之前最困難的一個地方，就是你既想要扮演中東盟友的保護傘，然后你又要当海峽超人，保護這些船只的安全性。但目前看起來，你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好。那也傳出美國打算重新評估現在在中東的整體布局，因為吃了很多虧，而且發現他們在這個區域裡面的威信啊一直在喪失，一直在喪失。因為你連自家的基地都保護不了好，你還誇口說要保護別人，這不是說心酸的嗎？委員，你會覺得怎麼解讀？對啊，美軍為什麼保護不了自己的基地啊？我認為，在這場戰爭當中，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啊。因為美國傳統以來對於基地的一些軍事設施跟部署，恐怕已經很難面對新式的非對稱戰爭的這種攻擊了。所以在當時，美國的這個在中東的基地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哦，就是固若金湯。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在中東的對手的飛彈沒有這麼準啊。然後當時並沒有這個大量的無人機可以用這種飽和式的攻擊方式來打擊哦。但是當這個所謂的不對稱的這個作戰方式成型之後，你就會發現，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幾乎就是不堪一擊了。那麼從開戰到現在，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哦，包含228處的設施，通通都被伊朗這個攻擊、摧毀跟破壞哦。所以呢，現階段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的這個在還沒有維修完成之前哦，它的戰力當然是極為有限哦。那麼這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當你的對手哦可以用非對稱的戰力，或者當你的對手不再像過去這麼不堪一擊，這個讓你這個任你魚肉的時候，那麼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地緣政治了。我們為什麼講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作戰成敗的一切嘛。哦，你要想想看，美國跟中東，美國的部队投射到中東，這个兵力投射要花多長的時間呢？它的這個航空母艦的艦隊，它的2棲攻擊艦，它的這個相關的這些兵力要投射來，動輒就需要這個數週甚至上月的時間呢。
這麼遙遠的地方，美國過去是怎麼控制中東的？靠它的基地嘛，靠它在中東這些国家，它的這些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它利用這些軍事基地來控制了中東。可是當這些軍事基地在這個所謂的飽和式或者是非對稱的這種攻擊當中被嚴重破壞的時候，美國就馬上捉襟見肘了。就我今天在中東的基地已經不能用了，礙於地緣政治，我的兵力投射又有問題啊。那麼美國要再持續維持它的中東的霸權，就有一定的困難。你反過來看，伊朗没有這個問題啊，因為伊朗沒有攻到洛杉磯去啊，伊朗沒有要這個登陸紐約，伊朗就好好的、好端端的在自己家裡頭。所以你說你美國的現在你唯一只能夠利用你些微的空軍的優勢，你去轟炸伊朗的飛彈陣地，或者是轟炸這個伊朗的無人機的這個儲藏設施。可是關鍵問題來了，伊朗這麼大。你能夠把伊朗這麼大的一片土地都炸遍嗎？然後伊朗這個高原密布，整個地形很複雜，你每一次的轟炸真的能夠達到作戰目標嗎？所以這就是地緣戰這個政治的優勢了。伊朗有地緣的優勢，而美國沒有。美國原本這個仰仗的在中東的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現在都癱瘓掉了，所以美國的兵力投射也有問題了。這就是接下來如果美國真的要來這個打下半場的時候，美國就會嚴重的面臨到這個很嚴重的短板的問題了。是，好，剛才我們也有提到，為什麼這一次感覺談好了 MOU， 但是馬上又破局了？那雙方前一陣子在努力一個什麼事情？也許事情就發生在這個 MOU 的第5條哦，因為雙方有一點現在是這個各自表態的一個狀況。美國的理解是，商船是可以自由通行荷姆茲海峽，而且不該收費，也不該被阻擋的，也不該被伊朗指定路線。但是伊朗的理解是呢，我可以安排你免費通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走我指定的航道，而且要接受伊朗对於荷姆茲海峽的管理權，這就是一個協議啊，而且出現了各自表述的一個情況。那一休，你覺得這陣子雙方因為這個 MOU 講得很模糊，然後呢，現在又鬧得不開心，但30號馬上要在杜哈會談，有沒有辦法針對這個模糊的部分來做修正，一次說清楚講明白？不然如果核心的矛盾都沒有解決，你2天一和談，3天一翻臉，這誰受得了？首先，第一個，伊朗已經完全達成他的目的了，因為霍姆茲海峽管理局這是完全在美伊戰爭之後才成立的。其實就主權原則來說，整個霍姆茲海峽主要的主權幾乎都是扼控在伊朗手上，因為伊朗擁有在這個海峽上的大多數的島嶼，而且這些島嶼多數居住都已經達到上千年以上。因為這些島嶼是傳統有人居住，這陣子我剛好看了這個大陸有博主哦，他們從阿富汗入境到伊朗哦，罕見的揭開當今霍姆茲海峽上面島嶼的真相，就霍姆茲島。霍姆茲島這個島呢，整個島上面到處都是紅色裸露的這一種非常堅硬的岩石，如果它表面的這個含有富鐵礦的岩石被沖刷之後是白色的，都是很堅固的。那它這上面這些漁村都很古老，那只是說因為現在面對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側，他們把這個漁村給撤了。那更厲害是那個海峽的上面停了一大堆的遊輪，然後那遊輪都不動，而且呢都裡面有巨鎖，然後定在海底，定錨在那邊。那結果是什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放置的障礙物，那些船其實是空船。所以大家了解到，伊朗不是現在才扼控荷姆茲海峽，也不是現在才對霍姆茲海峽的封鎖有所布局，他已經布局了30年之久。只是因為過去伊朗國勢弱，所以他沒有辦法依照主權來行使他對霍姆茲海峽的管轄權，而也礙於國際觀瞻，也礙於像是伊核協議啊等等的。但是現在美國眼都不帶眼的情況，非常粗暴的情況之下，那我就來行使海峽的所有權啊。那事實上呢，這個霍姆茲海峽管理局就是伊朗在做這個嘗試。這就回到剛剛主持人您提到的非常關鍵的一個點哦，我不管你過去要不要錢，我可以都不給你錢，但是我要管你，這是第一步。當然要管理。未來就是要錢，也是未來要可以扼控這個地方。這對伊朗哦，相對比較弱的經濟被長期制裁的，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對海峽的管理權，就是你剛才講的，美國要的是完全不管你。可是就目前的布局來說，除非美國大規模對伊朗進行全方位的攻擊，否則的話要撤除這些管理設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剛才為什麼提這個島？你想霍姆茲島地土質硬的跟什麼一樣？這不就跟我們金門一樣嗎？金門為什麼打不下來？金門下面到處是花崗岩啊，整個金門到處地道。如果你去廈門也知道。廈門從它的高崎機場到它的這個最興盛的中山路這一邊，它中間有一條很長的隧道。那隧道是什麼？當年金廈在對轟的時候，它把下面的隧道貫穿，變成現在的高速公路嘛。所以這個叫地質、地形跟實際的作戰狀況。川普當然不管這個，所以這第一點呢，要怎麼取得這個管理權？我認為伊朗只有強硬，而且不會有任何退讓。最多，當然這是我個人猜測，給美國一個觀察員的席位。
但即便是這樣，可能都很難說服目前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的一個意志，因為小哈梅內伊已經多次，而且有過正式的公開聲明說，我是勉為其難同意現在的和談，是因為你們這些認為和談對國家整體有利，但對我來說，這個對伊朗是不利。可是我願意讓你們試看看，這是他的態度。所以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再來這個其他可能再次破局的一些因素，我再幫大家羅列一下。第一個，美國的內鬥，鷹派、馬卡派、民主黨，誰來主導這個力量？當然，現在馬卡主要是執政黨嘛，那他對抗的是傳統建制派的鷹派，還有呢，這個來自民主黨的壓力，會不會導致這個內鬥呢擴散，變成要對伊朗再次動手？這可是打破和平的一個點。第二個最關鍵的其實是以色列。以色列能不能忍住不繼續搞擴張，繼續打真主黨，這是關鍵，因為伊朗已經完全無法忍受以色列對真主黨的攻擊。沒錯，所以這一點很重要。當然，伊朗的小弟們啊，或者說我們不要說伊朗小弟了，應該說伊朗的夥伴，對，包括真主黨，包括胡塞武裝，包括伊拉克抵抗陣線這幾個，如果他們沒有忍住對以色列攻擊，又給了機會，會不會兩邊繼續打？那可能就引發連鎖效應，又導致和談破局。第三個是川普的民調，川普民調呢，如果現在是因為想停戰的民調在壓他，對，可是萬一是倒過來，有沒有可能？我們很難說，因為川普的民調現在已經低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了。這個是 50+1 哦，其實這個就是以前那個50的那個網站的一個改版啊。他現在的民調呢是多少呢？22%多少負的？因為不支持他的是59.5%，支持他的是37.1%啊，所以是負22%啊 ，disapproval， 所以很慘啊，非常非常慘。那會不會有民調來搞他，讓他這個題材搞不下去？那最後一個點呢是擦槍走火，因為現在兩軍挨得很近。其實這幾次很多都是擦槍走火啊，比如說我派一個偵察機過去，你一下就把它打下來，然後或者是你的船離我太近，我攻擊你。所以這種擦槍走火的狀況，不過整體來講可以看得出來 ，Trump 的 tackle 還是守得相當的好。所以大格局方向走和談沒有問題。但是最後我要補充一個點，綜上所述少提到一個點是什麼？溫差問題。美國國內的鷹派認為美國怎麼可能會打輸伊朗？可是，在美國的前線，還有美國事實上總統他看起來無所不能，但事實上他能動之的力量是相對有限的。那在這樣的有限的資源之下，其實他的溫差是很低的，認為其實沒有什麼機會能夠在這邊戰場上完全擊敗伊朗，所以這個溫差就導致這個和談很難真正的落地，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好，我補充一點啊，就是說，其實我們剛才在講說美軍保護不了他的中東基地，是，其實最近的一些調查報告你會發現，美軍連他中東基地的官兵都保護不了了。我們最近看到的就是傷亡數字的問題嘛，那個 The Intercept 跟 CBS 做的聯合調查。他就揭露出來說，在今年的3月1號的那一次，也不過就是一架伊朗自殺式的無人機去攻擊了科威特美軍的工作站，400名官兵受傷。可是國防部卻刻意的去粉飾太平，說這400名90%全部都是輕傷。最後是傷兵跳出來抗議，家屬跳出來抗議。所以光是這一場攻擊哦，大家看到400名官兵哦，所以美國不但保護不了他的這個中東的基地，連他的官兵恐怕都很難受到好的保護。沒錯，這個美國大兵的命啊，絕對就是川普現在民調這個最無法承重之痛。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回來有更多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